这个年过80的老头是个黑客，趁早上出门买菜，他悄悄来到天台，从书包里拿出一部老年诺基亚，连接电脑后快速敲打出一串代码，然后一个回车，电话直接打给了警察局局长。老头告诉局长，自己在这城市里埋下了5枚炸弹，其中1枚就在警察局里，而这些炸弹将会在下午6点半准时爆炸。说完，老头便挂断了电话，可局长根本没有把他当回事儿，还认为老头就是个骗子。没一会儿，老头见局长没有动静，又打给了局长说，如果不信我，你可以到警察局的厕所里找一找，那儿就有1枚。挂断电话后，局长立即派出搜查队，在警犬的带领下找到了一个黑色袋子，打开一看，正是1枚定时炸弹。原来老头真没开玩笑，就在今天早上，他来到警局报案，说自己的钱包丢了。里面的警察很不耐烦，随便应付了几句，就让他回去等消息。借此，老头来到警局厕所，将背包偷偷踢到角落，成功放下炸弹后，大摇大摆地走出警局。老头通过记者的直播得知警方已经发现并拆除了炸弹，他再次拨通了局长的电话。另一边，警方也开始对老头进行定位追踪、监听对话。可老头不是一般的老头，每打完1次电话都会换一张卡，还用电脑篡改了声音。短时间内，警方根本攻克不了。没办法，局长只能继续跟老头通话，问老头究竟想要什么。老头非常淡定，甚至拿出保温杯，倒上一杯牛奶，抿了一口，不紧不慢地说出了4个人的名字，要求局长将他们放了，然后送到飞机场，否则就引爆炸弹，全市人民一起陪葬。经过调查，局长发现这4个人都是作恶多端的恐怖分子，参与了多起袭击案件，害死了不少老百姓。局长很奇怪，这4个恐怖分子还有几天就要被释放了，为什么老头等不到那个时候？这个老头不一般，在网上自学2个星期制作出了5个人工炸弹，还威胁警察局局长，要求立即释放4名恐怖分子。为了百姓的安危，局长还是照做了。4名恐怖分子在警察的押送下上了辆大巴车前往机场，一路上恐怖分子有说有笑，讨论着到底是自家哪位兄弟要把自己救出去，还不断挑衅警察。警察见状，直接拉枪上膛，警告他们说话注意点。而此时在警局里，局长找来了黑客，不断追踪老头的位置，并且还找来了早上接待老头的警察，临摹出老头的画像。很快，4个人被押到了机场。老头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又打给了局长，要求与4名恐怖分子通话，确定犯人的身份。4个恐怖分子分别报出了自己的名字，还引以为豪地说出自己曾经主导的恐怖袭击事件。बम्बई 93 फख्र है, गुजरात 2002 फख्र है, मुंबई 2006 फख्र है, 92से लेकर 6 तक फख्र है。确认完身份后，老头便要求警察把他们手铐打开，然后送到前面的桌子旁，不许停留，否则就引爆其余4颗炸弹。按照老头要求，4人手铐被解开。可走到桌子旁时，一名警察突然改变主意，拎出了其中1个。他决定先留3个在这儿，等得知炸弹位置后再放掉最后1个。而老头这边并不知情，而是按照计划拨通了一个电话。3名恐怖分子听到桌下的铃声，以为是告诉他们如何脱身的。眼镜男连忙拿起手机，却没成想刚按下接听键，连人带桌子直接被炸飞。警方和剩下1名恐怖分子都被这一幕吓懵了，他们这才反应过来，老头并不是要救他们，而是要杀掉他们。为了确保4名恐怖分子都被炸死了，老头再次拨通局长电话，听到警员的汇报，才知道有一条漏网之鱼。老头很是气愤，而局长更是不解，为何要这么大费周章的将他们救出，然后炸死，还问老头到底是哪个组织的人。老头愤怒地对局长说，自己谁也不是，只是一个因为恐怖分子害怕出门的普通人而已。老头早上挤公交车去买菜，总能碰上一个年轻小伙，每天2人四目相对，相互问好，一同坐车。就这样，2人成为了好朋友。有一天，年轻人向老头展示了手上的戒指，老头当即就竖起大拇指，给小伙送上祝福。可就在第2天，老头因为起晚错过了公交车，同时他也错过了死亡的到来。那辆班车被恐怖分子袭击，无1人幸免，包括那个年轻人。至此，老头再也没见到过他，而这一切都是这4个人干的。这时，局长问他，这次的行动就是为了给这个小伙复仇吗？老头摇了摇头说道，你们格局小了，我只是希望在未来我的孩子能安心出门，然后平平安安的回来。如果一只蟑螂进了屋子，谁都会想方设法的踩死它，而这些恐怖分子如果被假释出狱，比蟑螂恐怖万倍。你们政府本该清理这群垃圾，却因为金钱而被收买，让这些残渣免去牢狱之灾。一旦他们回到社会，将会有更多人遭到恐怖袭击。既然你们管不了，那我就来替你们处置。比起他们出来杀掉数百人，自己杀掉他们几个又算什么？此时，老头突然意识到自己说的有点多了，立马收回话题，威胁局长一会儿要看到最后1个人死去的消息，否则就引爆炸弹。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听完老头的话，整个警局陷入了沉默。局长思考了片刻，最终还是下令让手下干掉最后1个人渣。
这时黑客也查到了老头的位置，但他却假装看不见，关闭了窗口，可还是被眼尖的局长发现了。另一边，手下也说其实自己记不清老头长啥样了，根本画不出来。局长见状，只好只身一人开车前往去逮捕老头。而老头这边得知最后一个人已死的消息后，一通电话告诉局长，其实并没有其余的4颗炸弹，但局长好像早已知情的样子，点了点头，或许他早已猜到老头并非是真的坏人。随即老头连忙起身，赶紧收拾行李，把设备扔进铁桶里烧掉，提着菜篮子就往下跑。就在他来到1楼时，正好与局长2人擦肩而过，局长拦住了他，但只是问了问时间，并友好地伸出手想握手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最后在新闻里，记者报道说4名恐怖分子因转移途中企图逃跑而被警方当场击毙。关于老头，所有人一字未提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加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